看到这个动作，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什么舞蹈了吧？今天这支影片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跳舞啦！大家跟着 Grace Su 动起来。好，开玩笑的啦，大家都知道跳舞必须要具备良好的平衡感，尤其是当你需要旋转跳跃的时候，平衡感肯定是不可或缺的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平衡这件事。你不能不知道，一旦平衡出现问题，就会有眩晕的状况发生。今天这集带你了解什么是平衡感，听力损失会不会影响平衡功能，常见的眩晕症有哪些，天旋地转的时候该怎么办 ？Let's go！嘿，你今天听见吗？欢迎回到频道 Hearing Action， 我是听公主赵一婷 Grace。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们提供一些听力保健知识、入听科技潮流报道，打开你对听力世界的无限想象。Topic 1， 什么是平衡感？当我们看到芭蕾舞者在转圈圈，或是马戏团在走钢索，我们都会不禁赞叹：哇，它的平衡感也太好了吧！身体的平衡感主要是由3个系统共同协作而成的，分别是视觉、本体感觉以及前庭系统。而脑干可以说是平衡系统的处理中心哦，整合各个系统的讯息，借由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，让我们保持稳定的状态。接下来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3个系统。首先是视觉。眼睛不只帮我们看东西，也会帮助大脑分析环境，来建立空间的概念。当你面前有个水坑，你看到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知道你下一步到底要跨多远才不会踩到水。不要小看视觉哦，视觉在我们这个静态平衡能力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，要来一个金鸡独立的话，你的身体就会晃来晃去。这就是我们视觉跟平衡的相关重要性。不信你试试看。第2，本体感觉，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对自己肢体上的一种存在的自觉，透过肌肉、肌腱和关节这些组织的感觉接收器，让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姿势或动作更有意识，有这种本体觉，大脑才可以精确的控制我们的肢体，像是平稳的走路、快跑、爬楼梯、坐下或躺下。或者现在我请你闭上眼睛挖鼻孔，你也可以顺利的插进你的鼻孔，而不会戳到你的眼睛或是戳到你的嘴巴。最后一个前庭系统则是在我们的内耳里面，内耳里还有我们负责听觉的耳蜗。那前庭系统呢，则是3个半规管和耳石器官所组成的。前庭系统主要是负责侦测我们头部的转动方向和速度，让你得到加速感。不管是搭电梯这种垂直加速，或者是搭高铁这种平衡加速，即便你看不到外界的变化，你仍能感知到自己正在移动。而当这3个系统有任何一个是不协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头晕、晕眩的状况。Topic 2， 听损和平衡功能。当我们放大我们的内耳构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到内耳耳蜗就是紧邻着我们这个前庭系统，所以你可以说听觉系统就是前庭系统最亲密的好邻居。一旦听觉系统出现异常，有时候我们前庭系统也会受到影响的哦。平常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其实都会依据周遭环境的声音来感知车子和行人的远近和方向。当我们听力有损失时，就会降低大脑对环境的敏感度，那我们的平衡感或是我们步态的平稳度也都会受到影响。研究显示，相较一般听力者，听力损失者在平衡上就有明显比较差的情况。一个针对40到69岁的病人研究中，轻度听损者跌倒的风险是听力一般的人的3倍之多，而且每增加10分贝的听损，就会再增加1.4倍的风险。如果是小孩的话呢，家长就需要去关注小孩的平衡发展和运动发育的状况，视情况到儿童复健科，然后再转介到物理或是职能治疗师那边做进一步的评估确认。Topic 3， 常见的眩晕症。一般平衡感如果不好，头重脚轻，走路走不稳之外，眩晕就是我们平衡异常的其中一个症状哦。你有过在路上看到帅哥怦然心动的经验吗？你有过整个世界在天旋地转，还可能伴随着恶心想吐的眩晕经验吗？在这边介绍3个常见的眩晕症。
第一，梅尼尔氏症，俗称耳水不平衡，原因是出于内耳淋巴液水肿所引致的旋转性眩晕，或者是耳鸣、耳闷塞，而且伴随浮动性的听力损失，在40到60岁女性之中特别常见。历史上知名的歌尔画家梵谷，大家也是推断他可能就是得了梅尼尔氏症，这是他的名著《星空》，或许就是因为他有天旋地转的问题，所以才让他看到的星空如此与众不同。梅尼尔氏症发作时可能会持续3到4个小时，并且它可能会反反复复长达好几年。再来是麋鹿炎，又称内耳炎，大家很常会听到中耳炎嘛，但其实我们的内耳麋鹿也会发炎哦，通常也是因为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而导致的，特别是在感冒、流感这种疾病之后发生，同样会造成眩晕。刚开始急性的时候可能会持续1到3天哦，只要你的头部移动啊，就会有加重眩晕的感觉，但是症状是可以慢慢减缓的，2年之内可能会复发，但不会像第一次那么严重，有时会伴随不可逆的听力损失。最后一个常见的眩晕症就是耳石脱落，它的全名是良性阵发性姿势性眩晕 （BPPV）。耳石器官中的耳石可能会因为撞击或是退化而掉到半规管之中，让患者在移动头部或是改变某些姿势时，比如说起床那一刻感到天旋地转。眩晕发作的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到1分钟，但几年内都有复发的可能。这种 case 大部分其实是会自己痊愈的，或是可以进行耳石复位术，就可以有效的解决。之后我们会做一集详细的来讲解一下耳石复位术怎么做。Topic 4：天旋地转怎么办？晕的问题百百种，有些只是轻微头晕，有些是改变姿势就天旋地转，有些甚至整个昏倒或者是晕到吐。眩晕真的太痛苦了，公主喝醉酒也有同样的体验过。如果出现上述的状况啊，比较剧烈急性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到急诊哦，请医师帮你做一些止晕止吐的处理。那在家里如果眩晕非常严重时，最好就是躺在床上休息，尽量放松心情。那如果已经有办法起来的话呢，就建议可以试着做一些平衡训练来改善状况，大脑才可以更快的适应这种眩晕感。如果是比较轻微但常常发生，就要去找耳鼻喉科医师来安排更完整的检查，来确定到底是周边或是中枢的问题。最后是慢性的眩晕问题呢，其实是可以透过前庭复健来慢慢改善的。嘿嘿，你今天听见咯？好的，你有晕到吐的经验过吗？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经验，或是你对这个主题有任何问题，或者还想知道什么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分享给有需要的人，这样可以大大支持我们继续听力行动。Hearing Action， 我们下集见喽！像是平稳的走路、快跑、爬楼梯、坐下或躺下，